走吧，咱们也动身。桃无说话间，便带着楚风与老猫向另外一道结界门飞掠而去。可刚刚穿过结界门，楚风便发现桃无与老猫不见了，他自己进入了一个空间，这是一个空间隧道，在这空间隧道周围遍布尖刺。楚风向前走出一步，便有一根尖刺刺入自己身体。我擦，这他娘的有点狠啊！虽然只有一根尖刺入体，并且只是刺入身体一部分，大部分还是留在外面，但那痛感可比寻常的刀剑砍在身上要疼上数倍不止。楚风经过训练，如今耐痛能力非常强大，可只是一根刺入体，他便已经眉头紧皱，疼得龇牙咧嘴了，并且这痛是持续性的。楚风尝试服用压制痛感的丹药，结果发现没用，可想要通过这种考验，便只能前行。于是楚风便咬紧牙关，承受尖刺入体之痛，不断的前行，甚至为了快一点通过，他后面更是加快步伐。这样走了1个时辰之后，楚风便像是刺猬一般，浑身上下都布满了尖刺。可忽然，楚风感觉一股结界之力，那种疼痛开始消失了，每一根刺都在化作一道结界力量，涌入自己的体内，与自己相融。与此同时，一股结界之力将楚风包裹，就要将楚风带离此处。原来是这样，楚风恍然大悟，并且喜出望外。本来楚风觉得要忍受这种疼痛，直到走到这空间隧道尽头才能通过这考验，可是现在他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从他进入这空间隧道开始，刚好是1个时辰，1个时辰就是时间限制，只要1个时辰到了，楚风就会自动离开这里。而这个时候，每一根刺入楚风体内的尖刺都会化作结界之力，融入体内。这结界之力有何作用？楚风现在便在清楚，不过这是可以增强楚风力量的结界之力，是以自身修为的基础来加强的。伴随结界之力不断入体，与自己相融，楚风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不断的攀升。转眼之间，楚风的力量便已经达到了极为可怕的地步，楚风也无法确定这是何等境界的力量，但是总之非常恐怖。楚风猜测，这很可能是8品半神，甚至9品半神也有可能，毕竟刚刚见识过魔灵王的威压，楚风此时的力量是与魔灵王当时威压相近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这结界之力融入体内之后，楚风能够使用的力量便只有这结界之力的力量，也就是说，楚风的修为其实是没有变的，他现在的强大只是这结界之力赋予他的。他无法使用兵刃，无法使用武技，更是无法通过雷文4项神力让自己变得更强，甚至无法使用结界之术。简单的说，如今这体内的结界之力有多强，那就是多强。楚风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手段让这结界之力变得更强，若想使用其他手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主动将这强大的结界力量舍弃。而就在此时，楚风已经离开了结界空间，浮现在一个深邃的岩洞之中，在他的身前站着陶无，身旁则是站着老猫，这站位与他们进入结界门之时是一模一样。他奶奶的，竟然是这样！本大爷竟然疏忽了！操！一声充满后悔的怒骂响起，是老猫。很显然，老猫也是反应过来，刚刚的考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他现在的收获必然不大，所以才如此后悔。因为老猫的气息与之前差距确实没有太大变化，足以看出老猫在刚刚的空间隧道内并没有承受几根尖刺的攻击。老猫，你这修为怎么没什么变化啊？是不是忍受不了刚刚的痛苦？陶无笑眯眯地看向老猫，嘲讽地说道：“别提了，我擦，楚风兄弟，你这气息，这是半神巅峰了吧？”老猫看向楚风，满眼惊讶：“厉害了，我的楚风小兄弟，老夫得到的力量才8品半神，你竟然比老夫还强啊！”陶无看向楚风，也是颇感意外，承让了。楚风笑着说道：“楚风兄弟，你是看穿了那考验，所以才能忍受那种痛楚的吧？”老猫对楚风问道：“不是，我只是想快点通过那考验，所以拼命的往前走。没想到那入体的尖刺竟然是会化作结界之力，赋予力量，这也算因祸得福了。”楚风说道：“你变态啊，那么痛，你忍的了，我的乖乖。你的自身修为那么弱，却硬生生提升到了半神巅峰，那得多少根尖刺入体啊？你没痛觉得吗？”老猫听到楚风的解释之后，更加感觉难以置信，而陶无则是露出了一抹欣赏之色。可就在此时，一声刺耳的轰鸣响彻，紧接着一道极为恐怖的涟漪自岩洞深处席卷而来，那涟漪之强，连陶无都难以抵挡。楚风见状，赶忙站到2人身前，释放出那结界之力，这才将这涟漪挡了下来。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那涟漪一道接着一道，不断的向他们席卷而来。幸好楚风在刚刚的考验之中因祸得福，得到了堪比半神巅峰的结界力量，如若不然，他们3人此时已被这涟漪轰得魂飞魄散。莫说是楚风与老猫，陶无也是难逃一死。这什么情况啊？是那3位吗？老猫满脸后怕，因为他也清楚，若不是楚风，他们刚刚就已经死了。是魔灵王和龙九道长的气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应该是龙八道长吧？楚风说道。居然打起来了，看来是有宝物，走过去一探究竟。陶无说道。而楚风也是立刻动身，应着不断席卷而来的涟漪向前飞掠而去。没过多久，果然见到了魔灵王的身影，而除了魔灵王之外，还有2位老者的身影。这2位皆是身穿道袍，苍老无比，已是满脸的皱纹。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头发与胡须黑白交织，周身散发的结界之力堪比8品半神，他必然就是龙九道长了。先前封锁天地的强大封锁阵就是他布置的。而另外一位老头，头发雪白，散发的结界之力乃是堪比9品半神，想必他必然就是龙八道长。龙八道长正在与魔灵王交手，而龙九道长自身实力无法直接参战，所以再以阵法之力来加强龙八道长的战力。他们3人的交锋十分激烈，近距离看得更加清楚，这可不是简单的切磋，这是生死交战。是因为那个吗？很快
楚风发现岩洞尽头处有着一道大门，大门上面布满符咒纹路，那符咒纹路明显蕴藏奥义，只要领悟便会得到些什么。除此之外，这里便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楚风猜测，他们三人反目成仇，必然是因为那上面的东西。这三个东西看来也是与老猫一样，忍受不住痛楚，所以先前考验后赋予他们的结界力量不强，他们就干脆自己解除了那赋予的结界力量，使用自己本来的力量。陶武讽刺地打量着魔灵王三位，刚刚从尖刺内所获得的结界力量，虽是短暂赋予在他们身上的加持力量，可限制颇多。有那结界力量在，不仅无法动用武力，同样不能使用结界阵法。而眼下魔灵王三人交手，无论是阵法还是技法，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足以看出他们三人都已经自行解除了那加持在身上的结界力量，否则不可能施展这样的手段。为何要解除结界力量？自然是他们得到的结界力量不够强，还不如自身施展手段后的实力强横，所以才会解除结界力量。比如楚风，他本是8品武尊，可在结界力量给予加持之后，便拥有了9品半神的力量。就算此时的他受结界力量限制，不能使用兵刃，不能使用武技，也无法布置阵法，但也绝对不可能主动消散这结界力量。毕竟结界力量给予他的增强实在太大了。楚风兄弟，这些家伙虽然现在修为强，但实际上毅力很差，日后成就将十分有限。而你则不同，你的耐力连老夫都敬佩，日后成就不可限量。陶武又忍不住夸赞起楚风，而楚风则是一直盯着岩洞尽头处大门上面的符咒。前辈，那好像是破门之法。楚风说道。不是好像，那就是。陶武说道。那门后会是神魂吗？楚风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他不仅看出那符咒内蕴藏破门之法，符咒还给予了提示，那门后面便是这魔关内的最终至宝。想必魔灵王三人也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在这里大打出手。这老夫也无法确定，但既然是最终至宝，多半就是神魂了。楚风兄弟，你可有把握胜过这3个老家伙？陶武对楚风问道。虽然陶武看不起魔灵王三人，可他哪怕凭借结界力量将修为提升到了8品半神，但显然也不是那3位的对手。别说魔灵王和龙八道长了，就算是龙九道长，他也打不过。毕竟这结界力量有诸多限制，自然斗不过拥有手段之人。不行，差了很多。我可以带你们出其不意的跑过去，但若正面对决，肯定不行。楚风说道。老夫猜到了，毕竟这结界力量的加持有太多限制了，但我们2个有结界力量加持，也无法布阵。老猫咪，你结界力量加持的不多，你干脆解除这结界力量，然后你来布置隐藏阵法，咱们3个悄咪咪的摸过去。陶武看着老猫说道。陶武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的隐藏之法哪里瞒得过那3位啊？老猫则是连连摇头，旋即说道。有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趁他们3人交战焦灼，我们直接冲过去，快速破门踏入其中。陶武说道。那不是找死吗？老猫吓得一惊。老猫，你仔细看看，那符咒纹路内已经给了提示，破门之后只要踏入其中，此门便会关闭，一段时间内是无法打开的，而且这个时间很久。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破开此门，我们进去后他们就根本进不去。楚风说道。可就算他们进不去，万一里面没有出去的方法，他们只要在这里等着，我们出来以后不还是死路一条吗？况且明晃晃的从他们3人身边冲过去，这可能性也是极低啊。老猫说道。那你说怎么办？陶武问道。陶武兄，你手段通天，你有没有可以将我们隐藏的手段？老猫看向陶武。老夫倒是有隐藏手段，但也未必能瞒得过他们3个。况且我觉得这结界力量加深，可能还有其他功效，若是贸然解除，那可就亏大了。陶武说道。陶武兄，楚风兄弟，我还想在这图腾天河混呢。魔灵王也就算了，图腾9道我是真不敢得罪，况且神魂只有一个，有你们2个在，我看也轮不到我，所以我就不继续参与了。话到此处，老猫看向楚风。既然如此，那便不强求了。陶武说道。老猫，以后多做点好事，少坑人。楚风此话说完，便暗中传音，将老猫那弟子，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狼少爷被具体关押的位置告诉了老猫。楚风兄弟，多谢了。陶武兄，再会。老猫抱了抱猫拳，转身便跑得老远，但很快又停下，对楚风说道。楚风兄弟，记得继续帮我挡着涟漪，别让那涟漪过来，不然我可就死翘翘了。放心的走吧。楚风无奈的招了招手，随后老猫便直接离开。接下来楚风便与陶武认真观察那大门上面的符咒纹路，想将破门方法融会贯通，并且2个人相互沟通，准备联手破门，这样速度就会大大提升，争取在1瞬间之内就将此门破开，这样就算被发现也来不及收拾他们。一道极为强烈的涟漪肆虐，楚风挡下这道涟漪之后，发现那3位的对决竟然停了下来，但无论是魔灵王还是龙八与龙九2位道长，都是受了不轻的伤，说好的合作，结果竟然想将我杀死于此处。2位道长人品真是拙劣啊。魔灵王凝声说道。魔灵王，你本就是人人喊打的妖魔，我们兄弟2人将你斩杀于此处，也算是为民除害了。龙八道长说道。想杀我？你们有这个本事吗？魔灵王说话间，滔天气焰释放而出，而龙八道长与龙九道长已是早有准备，同时拿出一把拂尘，一道强大的阵法便布置而出。3人再度交手，这一次乃是持续对抗，这种对抗必须全力以赴，谁若收手，那必然会身负重创，甚至可能会命丧黄泉。好机会，楚风小兄弟，上不上？陶武看向楚风，这是最后的确定。试问楚风敢不敢得罪这3位？我就没怕过谁。走。楚风说话间，便带着陶武快速前行，穿过3人战圈，直接飞向了岩洞深处。什么人？终于，这时3位也注意到了楚风与陶武，但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楚风已经带着陶武来到了那岩洞深处，并且开始破阵。
这破阵方法是一种特别的手势，无需布阵，所以哪怕楚风与陶无被结界力量束缚，也同样可以破解此门。二者早就做过演练，所以此时破阵速度极快。该死的，竟然敢在我面前浑水摸鱼！你可知道我是谁？龙八道长怒声问道。可楚风与陶无却根本不予理会。兔崽子！见此一幕，龙八道长更是恼羞成怒，是他。而相比于并不认得楚风的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楚风可是认得楚风也陶无的。陶无也就算了，让他惊讶的是楚风，因为他看得出来，楚风现在拥有半神巅峰的实力，而那半神巅峰的实力乃是刚刚考验中尖刺化作的结界力量。正因为他大概知道先前的楚风修为有多弱小，所以他才明白楚风获得此时的力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魔灵王，咱们一同收手，不然就便宜了那两个无名之辈了。龙八道长对魔灵王说道。收手！可魔灵王却冷笑一声，你们兄弟出尔反尔，就算不拿这宝物，我也要你们两个狗命！魔灵王话落之后，那释放的恐怖气焰越发凶猛，他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加强了攻势。你他娘的，真是找死！见此情形，龙八道长也不客气，同样开始继续发动攻势。而此时，楚风与陶无已是打开大门，你们两个若敢进去，我要你们后悔终生！见此情形，龙九道长怒声威胁道。楚风没有理会他们，直接踏入其中，这让龙九道长气的咬牙切齿。可接下来陶无的做到事情，则是让他更是杀意滔天。陶无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回头看向威胁他们的龙九道长，我劝你们别追进来，不然你们终生后悔。话罢，还做出了一个挑衅的手势，这才踏入那大门之内。八哥，快点了结掉这魔灵王，我要亲手宰了这两个无名小辈！龙九道长被陶无彻底激怒了，说话间竟取出了3颗流转着光华的丹药。那丹药一看就不是凡物，蕴藏着极为强大的结界之力，但却有些狂暴。可是龙九道长却是一口气将3颗丹药全部吞服在了口中，丹药入体，他体内的结界之力瞬间变得更为强大，正如潮水一般，不断自其体内喷涌。九弟，你见此一幕，龙八道长神色变得复杂。他很清楚，龙九道长服用的丹药虽然可以增强战力，但也有着可怕的副作用。这样的丹药他也有，迟迟没有服下，就是因为忌惮这副作用。可眼下，龙九道长已经服下这丹药，可是凭借龙九道长的实力，就算催动的阵法力量加强，可是对他们的帮助也不是太大。除非他也服下这丹药，而他明白龙九道长的意思，就是也让他服下这丹药，兄弟二人共患难也罢。那就尽快结束这一切吧。出于兄弟情谊，龙八道长也是取出了3颗丹药，吞服而下。来这一套，你以为禁药这东西只有你们有吗？今日就算死，本尊也拖你们两个卑鄙小人一起走。然而魔灵王也一直在注视着龙八道长的举动，眼见着龙八道长也服用了那3颗丹药，早有准备的魔灵王手腕一转，同样将5颗散发着黑色气焰的丹药直接塞入口中。所以当龙八道长战力提升的那一刻，魔灵王的战力也是得到提升，并且魔灵王的战力明显更强，同时发动的攻势也更为凶猛，这竟让龙八与龙九2位道长陷入了劣势之中。魔灵王，你是真的不要命了？龙八道长一边进行抵挡，一边凝声问道。他知道魔灵王服用的禁药可比他们的丹药反噬之力还要巨大，那禁药服下基本是必死无疑的。笑话，今日一战，败者必死，你们还在这里说这些做什么？魔灵王一边出手，一边仰天大笑，他的战意已经明显强过龙八与龙九2位道长。疯子，你真他娘的是一个疯子！眼见着形势不妙，龙八道长向龙九道长使了一个眼色，而龙九道长也是心领神会，他从怀中取出一物，那乃是一道阵法，但这阵法明显不是他所布置，也不是龙八道长所布置，这阵法的布置者很强，非常之强。正因为布阵者太强，哪怕龙九道长这种存在，想要催动这阵法，也要耗费极大的力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催动起来。阵法催动之后，一股传送之力浮现，瞬息包裹了住了龙八与龙九2位道长。当那传送之力出现之后，一个巨大的光团也将魔灵王击退开来。而当光团消失之后，龙八与龙九2位道长居然消失不见了。想逃没那么容易。魔灵王立刻将目光投向这岩洞的入口处，他全力感应之下，立刻察觉到龙八与龙九道长此时出现在了岩洞的入口处，正在向岩洞外逃去，于是赶忙追了过去。只是可惜还是晚了一步，龙八与龙九2位道长已是逃了出去。该死的！此时魔灵王也是离开了岩洞，站在了那3道结界门中间，但他根本没有去看那映射着神魂的结界门，而是紧紧地盯着那只有界灵可以踏入的结界门。血姬，你一定要平安归来！魔灵王说话间也是取出一大把丹药，吞服而下。那丹药各不相同，但药性几乎是一致的，都是抑制禁药的丹药。但从他的反应也看得出来，这些丹药就算服用再多，其实作用也是不大，因为他服用的禁药实在太可怕了。本来是想着和龙八与龙九2位道长同归于尽，却不曾想被他们两个跑掉了。但事已至此，他也是没有选择，只得御空而起，继续追赶龙八与龙九2位道长。与此同时，楚风与陶无早已通过那道门，进入了一座大殿之中。这座大殿很大，非常的大，只是高度就足有10万米有余，而宽度与长度则是高度的数倍，也就是他们是修武者，并且修为已经很高，视力听力皆很强大。若是没有修为的普通人走入这样的大殿，恐怕从这一边走到另一边都要花费许久的时间。不过这大殿虽大，但却很空旷。最特别的是，大殿的右边不是墙壁，而是一道巨大的透明玻璃墙，透明玻璃的另一面是另外一座大殿，那座大殿的面积几乎与他们所在的这座大殿相同。而另外一座大殿的入口并不是一道大门，而是一道结界门，那结界门与先前蛋蛋他们踏入的结界门很像，因此楚风猜测
另外一座大殿应该就是蛋蛋他们将会进入的大殿。但两座大殿除了入口的区别之外，还有一点区别。楚风与桃武所在的大殿虽然很空荡，可实际上还是有着一个物体的，那是神魂，就是之前映射在中间那道结界门上面的神魂。只是此时这神魂就摆放在这座大殿的尽头处，而它之巨大，高足有10万米有余。可哪怕如此，楚风仍觉得这可能不是它真正的体积，因为它虽然摆放在大殿尽头，可其实没有直接摆放在外面，而是被封锁在一座阵法之中。若是脱离阵法，楚风觉得那神魂的体积应该会更加巨大。10万米对于楚风而言已是真正的庞然巨物，若是更为巨大，那将是何等壮观。而至于另外一座大殿，则是什么都没有，是真正的空空荡荡。桃屋前辈，这是真正的神魂吗？楚风对桃屋问道。应该就是了，毕竟这里是最终至宝，总不可能是假的吧？桃屋说道。这阵法要怎么破呢？根本没有任何提示。楚风很想得到神魂，可是那神魂虽被装在阵法之中，但那阵法很特别，不像是单纯的守护阵法。楚风目前看不出该如何破解。老夫也在想这个问题。然而向来什么都懂的桃屋此时却也是皱起了眉头，是不是要戒灵进来之后才能破解？楚风问道。对啊，老夫怎么没想到，很有这个可能。桃屋说道。而就在此时，那另外一座大殿内入口结界门有了反应，有戒灵进来了。楚风与桃屋都是赶忙看过去，二者自然都是希望是他们自己的戒灵走入其中。而在二者注视下，果然一道身影走了进来，只是这道身影既不是桃屋的戒灵，也不是蛋蛋，但准确来说却不能说他不是楚风的戒灵，因为这位来者乃是雪姬。雪姬他不是没有主人吗？为何也能进得来？楚风心中泛起了不解，而更不解的是，雪姬进来之后一脸茫然地观察四周，但却根本没有看向楚风与桃屋，好像只有我们能够看到他看不到我们。楚风对桃屋说道。应该是的，否则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这么无视咱们吧？桃屋也是说道。而就在此时，那座封存着神魂的前方地表之上出现了2个光圈，那是结界之力形成的光圈，并且这结界之力与那封锁着神魂的阵法乃是一体。来了，楚风与桃屋知道如何破解那阵法，能否得到神魂的关键都在那2道光圈之中。突然2道光圈产生变化，分别衍生成了2道阵法。这阵法相同，楚风与桃屋都看得出来，他们没办法同时进入一座阵法，这是针对他们2个的考验，他们只能分头行动，各自踏入一座阵法，甚至处于竞争状态，只有一个人能够拿到那神魂。可同时他们也都看出这阵法极其凶险，稍有不慎会被索取性命。看到这阵法，哪怕是桃屋也是深吸一口凉气，旋即看向楚风。楚风小兄弟，老夫不骗你，更不是怕你与老夫争夺神魂，只是这阵法太凶险了，老夫劝你3思2后行啊。多谢前辈提醒，但是都来到这了，我想试试。前辈您呢？楚风笑着看向桃屋。富贵险中求嘛，何况老夫也没那么怕死。话罢，桃屋也看向楚风。楚风小兄弟，你可别放水啊，老夫的实力可是很强的，前辈也不要放水，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战，我们都要全力以赴。楚风道。好。桃屋爽快大笑，二人明明是竞争对手，可却完全没有把对方当成竞争对手，同样的也没有打算让着对方，二者不希望对方受伤，可却也会全力以赴，这是情谊，也是尊重。随后楚风与桃屋便一同踏入阵法之中，这阵法同样没有任何限制，没有境界要求，甚至无需布阵，靠的只是技巧，所以楚风与桃屋都无需解除附加在身上的结界力量。可哪怕楚风的结界力量强于桃屋，但其实也没有任何优势，除非楚风的技巧能够强于桃屋。二人此时已经消失在了各自的阵法之中，对于外面的情况自然也是毫不了解。至于雪姬，站在他的视角就只是身处于在一座空旷的大殿之内，那面在楚风与桃屋视角是透明玻璃的墙体，在雪姬的视角来看就只是一面墙壁，与其他墙壁一样，所以他自然看不到楚风与桃屋。什么鬼地方？雪姬眉头微皱，面露不爽。他能走到这里也是经过千难万险的，本以为终于可以得到好处了，却不曾想这座大殿大是足够大了，但这里面啥也没有啊，这不是白来一场吗？忽然身后结界门一阵蠕动，雪姬谨慎地向后望去，果然有一次39只戒灵依次踏入了这结界门之内，这些都是戒灵，有男有女，分别来自魔灵界、仙灵界、佛灵界、妖灵界、兽灵界以及鬼灵界，唯独没有修罗灵界。修罗灵界的小丫头要不要追随于本仙？为首的是一只仙灵界的女子，她长得很美，气质也是超然，当真如仙子临世，但她的姿态高傲自负，高高在上，哪怕打量雪姬也是斜着眼睛看的。可是她的实力很强，散发的气息压迫的大殿都隆隆作响，她的修为竟达到了恐怖的8品半神的境界，因此她自负，倒也有着自负的资本。从其他戒灵的反应可以看出，那些戒灵都已经选择追随这只仙灵界女戒灵了，毕竟她当真足够强大。追随你，你配吗？可面对这样强大的仙灵界戒灵，雪姬却是一脸不屑。明明对方强出她这么多，可却也无法入她的眼。雪姬的态度自然让那仙灵界的女子柳眉皱起，目露不善。臭娘们，给你脸了是吗？区区5尊境的修罗灵界喽啰，你狂个篮子！可还不待那仙灵界女子开口，其身后一名魔灵界的壮汉便开口了。这壮汉同样不弱，不仅魔气滔天，更是散发着7品半神的修为。你他娘的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乃龙九道长的首席戒灵，而他可是龙八道长的首席戒灵，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来自修罗灵界的小喽啰，也敢拒绝我们？那魔灵界壮汉很没素质，开口便是一阵臭骂。可对于他的臭骂，雪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他这一笑让所有戒灵都愣住了。他为什么要笑？众戒灵皆是不解，因为雪姬的笑容
可不像是害怕。突然，雪姬身形消失不见。哇！与此同时，那只大骂雪姬的魔灵界戒灵则是发出惨叫。定睛一看，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雪姬不知何时来到了那魔灵界戒灵身前，并且已将其踩在脚下。那踩住的地方正是那魔灵界戒灵的脑袋。谁是小喽啰？雪姬问道。我是小喽啰。那只魔灵界戒灵赶忙说道。这就对了。雪姬淡淡一笑，随后那只脚猛然落下，噗的一声，那只魔灵界戒灵的头颅竟被其直接踩成粉碎，身体也是没了气息。这一刻，莫说其他戒灵，就算是那拥有8品半神的仙灵界戒灵，也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雪姬此时血迹周身不仅有金光浮现，还散发着9品半神的修为，这也是为何那强大的魔灵界戒灵在其面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的原因。可他先前分明感受到，雪姬的修为只是5尊境而已，连5尊巅峰都没有达到，你怎会有如此力量？那仙灵界戒灵问道。刚刚的通道内所得，你没有吗？必然是你悟性太差，所以空手而归。雪姬笑眯眯地看着那仙灵界戒灵，难怪这么拽，原来有些本事，看来我的竞争对手就是你了。短暂的震惊过后，仙灵界戒灵忽然诡异地笑了，下一刻他大袖挥动，一把银色长鞭出现手中，向雪姬横扫而来，并且原本他的修为是8品半神，可是这一击的力量却是堪比9品半神，逆天战力，逆战1品。雪姬轻蔑一笑，不退反攻，磅礴的金色气焰如同武力一般，在其催动下变得极其凶猛。那仙灵界女子的鞭子虽是宝物，可却根本无法靠近雪姬。雪姬所得力量与楚风所得相似，虽不是结界力量，但在加强自己的同时，也产生了束缚，他自己的手段都无法使用了，兵刃也无法用，只能运用这股力量进行战斗。可是雪姬战斗实力很强，面对自身实力强大且能使用诸多手段的仙灵界女戒灵，不仅没有落入下风，反而占据了上风。眼见不妙，那仙灵界女戒灵竟忽然身形一转，另一只手臂向围观的其他戒灵挥去，那是一个金色光球。金色光球靠近那些戒灵之后，竟释放出磅礴吸力，凡是被吸力覆盖，那些戒灵皆是惨叫连连，惨叫之下血肉飞舞，肉身碎裂，磅礴的力量也是被吸入那金色球体之中。就连被雪姬杀死的那只魔灵界的戒灵也同样未能幸免。转眼间，那些戒灵全部惨死，而此时仙灵界女戒灵的战力则是变得更强。那金球是一种吸收他人力量来增强自身战力的宝物。仙灵界，呵，见此一幕，雪姬讽刺一笑。仙灵界一直以名门正派自居为先，看不起其他灵界，尤其针对修罗灵界，但这手段可却比邪门歪道还要邪门歪道。笑什么？他们本来就都是我的踏脚石，你们的主人也都是我主人的踏脚石。仙灵界戒灵说道。而雪姬根本不与他废话，继续攻势，圣霞光散。然而只见仙灵界女戒灵大喝一声，同时手中长鞭舞动，顿时金光四散，化作无数箭雨覆盖整座大殿。而那手段之强，雪姬竟挡不下来，只能不断闪避，可是最终身上还是出现多道伤痕。此时雪姬退到大殿角落，目光凝重，她意识到此时的她已经不是仙灵界女戒灵的对手了，她在寻找其他方法。怎么了？不是很狂吗？怎么跑了那么远？修罗戒灵不过如此。仙灵界女戒灵目露得意，哟，以杀害他人来获取力量的鼠辈，也敢看不起他人？仙灵界都这么不要脸的吗？而就在此时，一道声音自大殿角落响起，顺声望去，仙灵界女戒灵也是一愣，雪姬的目光更是古怪，因为那里出现了一道身影，并且看样子她好像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并不像是刚进来的样子。这是一位少女，虽是少女模样，可她不仅容貌绝美，气场更是滔天，正是女王大人。哎呦，居然还有伙伴呢！该说不说，你们2个倒是我见过长得最俊的修罗戒灵，但是这口气倒也都是够大的。仙灵界戒灵分别打量了蛋蛋与雪姬一眼，他下意识地便认为蛋蛋与雪姬的关系类似他与龙九道长的戒灵，虽不是出自同一个戒灵师，但各自主人乃是同盟，所以他们也可以联手。之所以会这样想，自然也是因为他知道每个戒灵师只能有一只戒灵踏入这里。别看刚刚那么多戒灵跟随他，但除了龙九道长那只魔灵界戒灵外，那些戒灵他其实都不认识，纯粹是在通过考验的途中将那些戒灵给征服了。这丫头嘛，我与她可并非同伙。雪姬立刻否认了与蛋蛋的关系，并且表情冷漠。那我看这小丫头是打算帮你呢？仙灵界戒灵说道。我不用她帮。雪姬说话间便再度出手，这一次不知是何原因，她的战力竟又变强了一些。可是见到雪姬出手之后，那仙灵界戒灵却是露出了不屑的笑容，手中鞭子再度挥动。与此同时，刺耳的轰鸣更是响彻不断，每响彻一次，整座大殿都会剧烈一颤。那可不是为了威势而挥动的鞭响，那是一种攻击手段。每次鞭子发出炸响，都会化作一道肉眼可见的音波，攻向雪姬。雪姬原本是想攻向仙灵界戒灵的，可谁曾想还未靠近，就被对方的攻势所逼退，并且那音波接连而至，靠近之后还会炸开，扩大攻击范围。面对这种情况，雪姬眼下只能连连逃脱，可是对方的攻势太过凶猛，雪姬就算能够暂时躲避，却也尽显狼狈。喂，别硬撑了，求求本女王，本女王大发慈悲，说不定帮你收拾了他。蛋蛋在一旁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对着雪姬大喊道，并且一边大喊还一边笑，只不过他笑得很是调皮，就像有意看雪姬热闹，但却也笑得很甜。没办法，谁让这丫头实在太好看了，不管是她出于什么心境发出的笑容，但只要笑就很迷人。至于雪姬则是一言不发，就这样硬撑着。突然一道音波预判了雪姬的逃跑方向，与其前方落下。尽管雪姬及时闪躲，可那音波还是在其前方不远处炸裂开来，
音波虽未完全命中，可爆炸之后，余波还是波及到了血姬。若是寻常人击中，就算不死也会昏迷。血姬倒也厉害，不仅没有撞在墙壁上，反而调整身形，稳稳落的。只是力道太强，当他落地之际，余力仍使其在地面不断滑行，在那滑行轨迹之上，还有点点血迹落下。血姬受了不小的伤势，大片鲜血不断流出。喂，还硬撑，看不出来你还挺倔强，居然都不懂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呢。蛋蛋继续说道：“我本来也不是大丈夫。”血姬说道：“那你是什么？”蛋蛋问道。明知故问。血姬说道：“那你是小女子。”看来他们说的对，这世间唯有小人与小女子难养也。蛋蛋说道：“你这说的都是什么和什么啊？还有你不也是女子吗？”蛋蛋这番话使得那仙灵界女界灵都听不下去了，因为他觉得蛋蛋好像把他也骂了，毕竟她也是女的呀。最主要是不是把蛋蛋自己也骂了吗？本女王可不一样，你们是小女子，本女王可是大女王。蛋蛋说道：“不知道谁小呢？”血姬说话间故意瞥了一眼蛋蛋的胸脯，见状蛋蛋来劲了，立刻挺了挺胸。本女王只是长得嫩，但该大的地方可不小。蛋蛋挺胸说道：“真别说，确实不小。小丫头，你就别显摆了，这里又没男的，你显摆给谁看？况且像是谁没有似的。”仙灵界女界灵道也好强，说话间也是挺了挺胸脯。虽说颜值不如蛋蛋与血姬，但这胸也是不小。话说，你真不帮他吗？若真不帮他，那他可就要死了。仙灵界女界灵说话的时候，却也始终在向血姬发动攻势，但不知为何，攻势倒是减缓了许多。这使得哪怕血姬身负重创，可是却也能够暂时应对自如了。不帮不帮，你先灭了他，咱俩再一决胜负。蛋蛋说道。好。仙灵界女界灵点头应下。可不知为何，他对血姬的攻势始终不如先前凶猛，就像是受到了某种限制一般。可突然，那仙灵界女界灵一个转身，将鞭子对准了蛋蛋。那鞭子散发光芒，竟有数条金龙自鞭子飞掠而出，这是比音波更强的攻击手段。但那金龙却并没有向血姬攻去，而是向蛋蛋攻去的。他早就察觉到了蛋蛋不简单，虽然还没有交手，但只凭借蛋蛋散发的那股自信，他就意识到蛋蛋可能不弱于血姬。别看自身修为弱，但搞不好也从刚刚的考验中获得不菲的力量，所以他故意与蛋蛋闲聊，可实际上却是暗中酝酿手段，想突然一击，直接将蛋蛋这个潜在威胁灭掉。只要把蛋蛋灭掉，那血姬自然也不是他的对手。数道金龙不仅威力强大，速度更是极快，同时落在蛋蛋所在的位置，掀起滔天涟漪。可偏偏仙灵界女界灵却是眉头微皱，原来蛋蛋的身影却早已腾空而起，完美的躲开了攻势，居然早有防备吗？仙灵界界灵略感遗憾，他见此一幕便明白，蛋蛋虽然嘴上一直在说话，可实际上注意力却是高度集中，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对付，并且他猜对了。此时蛋蛋身上也是浮现出与血姬一样的金光，而那金光附加的修为同样是半神巅峰。但让他意外的是，蛋蛋刚刚躲避时释放出了很强的力量，根本无法躲开他暗中蓄力的一击，只是那手段一闪即逝，他也没有看清蛋蛋是怎么做到的。可也让他意识到，这个小丫头片子的确比另一个要难对付。喂，干嘛突然对本女王出手？你这仙灵界的小女子还真是卑鄙啊，聊天都不好好聊，居然敢打本女王。不过本女王今天高兴，我不欺负你，你先收拾了那个小女子，本女王再与你交手。蛋蛋被偷袭，可却也并没有生气，这倒是让仙灵界女界灵有些意外。小丫头，你倒是好气魄，修罗灵界少有你这样的正派的界灵。那好，本仙尽快解决掉那个丫头，再来与你公平对决。仙灵界界灵此话说完，便再度向血姬发动攻势。起初他也有提防蛋蛋，可发现蛋蛋真的没有对他发动进攻的意思，便也开始全力的对付血姬，是真的想尽快解决血姬，再来解决蛋蛋。然而此时的血姬不再闪躲，竟向仙灵界界灵攻了过来。此时血姬的战力大涨，竟能与仙灵界界灵战个平手。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变强了这么多？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仙灵界女界灵可谓一脸懵逼。不对，她身上的金色光芒有了变化，她在燃烧那附加的力量，压榨那力量。但很快她也是发现了端倪，血姬身上加持的力量产生了变化，仿佛是在燃烧，加快这力量消失的速度。但也正是这种变化，才让血姬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这修罗界灵也是有些手段，竟能够燃烧附加在身上的力量，以加快消失为代价，增强力量。不过这种手段绝对无法长时间施展，这力量很快便会压榨光。那个时候凭借你自身修为，你拿什么来与本仙一战？看透了血姬的变化后，这仙灵界女界灵倒也不慌了。虽说现在的血姬完全有与他一战之力，可却也难以胜他。只要他与血姬消耗下去，那么血姬必败无疑。可突然一道滚烫的液体自其胸口喷溅而出，低头观望，竟有一只小手洞穿了他的心脏。那小手本身很美，但此时却遍布鲜血，看上去如此的可怕。而回头一看，是蛋蛋。蛋蛋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身后，更是用手掌从背后洞穿了他的心脏。此时蛋蛋身上的力量也是出现了与血姬一样的变化，也在燃烧，并且燃烧速度更快。这也就使得蛋蛋此时那附加的力量更强，所以蛋蛋才能在其全力与血姬交战的时候，对其发动这样一击。你这妖女，言而无信！仙灵界女界灵气的咬牙切齿，因为她能感受到这一击乃是致命的。于是她不顾一切，挥动手中掌鞭，便想向女王大人发动攻势。嘿，可只见女王大人咧嘴一笑，随后手臂一挥，撕拉，那仙灵界女界灵竟被女王大人以手臂为刃斩成了两段，落地之时已是没了气息。可他不仅维持着暴怒的表情，更是怒目圆睁，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和你这种贱人讲什么信用？女王大人甩了甩手，
血液便被其全部甩掉，又恢复成了美丽干净的模样。随后看向了雪姬，此时无论是女王大人还是雪姬身上的力量都恢复了正常状态，可雪姬却是气喘吁吁，显然先前的交战对她而言消耗不小。怎么样，我这手段不错吧？女王大人对雪姬说道。你这小丫头倒是有些想法。雪姬对女王大人说道。原来刚刚女王大人表面嘲讽雪姬，实际上却是暗中传音，传授雪姬燃烧那附加力量的方法。所以雪姬能够燃烧那力量，完全是因为蛋蛋，这是蛋蛋一开始就设计好的。虽然他与雪姬一样都获得了半神巅峰的力量，可这力量束缚太大，这使得他们很难与那些灵界女界灵抗衡。毕竟人家是自己的本事，没有任何束缚，可以使用诸多强大的手段，而面对这种对手，出其不意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蛋蛋并没有一开始就直接与雪姬联手，反而是暗中传授雪姬这个燃烧力量的方法，让雪姬与那些灵界女界灵周旋，而他再趁机燃烧出更强的力量，且在那些灵界女界灵无心防备他的时候施展致命一击。那现在就只剩我们两个了，也别说本女王欺负你，给你时间调整。蛋蛋此话说完，便直接转身去翻那些灵界女界灵，看看能否有所收获。而这些灵界女界灵身上还真有宝物，无论是刚才吞噬界灵的球体，还是手上的长鞭，都是宝物，真是卑鄙。只是观察之后，蛋蛋却是直接将那些东西丢弃。他已经发现这女界灵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阵法，当她死去之后，那阵法便会释放力量，使得其身上的所有宝物都会失效。现在那些宝物虽然还在，但却已经丧失法力，就是一堆废品，就连仙灵界女界灵身上的丹药也都没有了任何效果。至于其他界灵，那更不用说了，先前连人带物都被那仙灵界女界灵的宝物吞噬了，伴随着仙灵界女界灵的宝物化成无用之物，现在自然也是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有人这么不要脸，真是晦气！嘿，女王大人空欢喜一场，也是忍不住怒骂一声，你干嘛去？可忽然蛋蛋看向雪姬，他发现雪姬已经走到了大殿的入口处，那个样子好像是要离开，我便不与你争了。还有刚刚谢了。话罢，雪姬便踏入了结界门，消失在了大殿之内。先前通过考验的时候，他们便都知道进入这大殿只有一次机会，若是离开了便无法再进来了。而看着雪姬当真离去，倒是让女王大人也是有些意外。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眨了又眨，似乎有些想不通，但很快似乎又像是想通了什么，于是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有点意思。可就在此时，一阵刺耳轰鸣响彻，大殿也随之颤动起来。这突然变故使得女王大人身上的力量顿时又变成了燃烧的增强状态。她还以为是大殿内还有其他界灵，可顺声观望才发现，闹起这么大的动静，原来是大殿的一面墙壁竟然崩塌了。那声响是崩塌所致，因为那墙壁面积太大，因此崩塌后的墙壁化作无数玻璃碎片，如同小型山脉一般堆积在了地面之上。那就是神魂啊，居然这么大！看来本女王是最后的胜利者了。居然这么简单，因为有玻璃碎片阻挡，女王大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巨大无比的神魂。可很快她又察觉到了不对，她发现了楚风的气息，她赶忙御空而起，来到另一座大殿之中。这阵法内，楚风是在破阵吗？尽管楚风面前有2座阵法，可蛋蛋还是一眼就看出楚风是在哪座阵法之中。这阵法感觉好凶险，真是不听话，不是都说了不许冒险吗？女王大人不仅发现点了楚风的位置，还看出了那阵法的凶险性，这让女王大人顿时有些生气。可是她那美眸之中更多的却是担忧，她眼中忧色之浓，甚至完全没有心思去打量那神魂，而是紧紧的凝视着楚风所在的阵法。臭楚风，你可一定要平安的出来啊！蛋蛋此时紧张的袖子下的小拳头都是握得更紧了。然而忽然之间，那座神魂剧烈的颤动了起来，楚风所在的阵法之内闪烁起奇异的光华，那光华之内来是无数符咒纹路，那乃是结界奥义。结界奥义自阵法延伸，冲向了封存神魂的阵法。当那结界奥义覆盖巨大的阵法之后，那巨大的阵法竟立刻瓦解。这一刻，大殿内的一切都消失了，楚风阵法全部消失，就连他自己也不是站在大殿之内，而是进入了浩瀚星空之中。一眼望去，无尽星辰世界数不胜数，身处这样之地，让蛋蛋也感觉自己极其渺小。而除了他之外，还有一物也进入了这浩瀚星空，那便是神魂。只是此时的神魂却变得更为巨大，它之巨大超过无数星辰世界，可容纳亿万生灵，无数山川江河的世界，在其面前就像是一颗沙粒那般渺小。这等景象下，何止壮观，无需展示任何力量，可神魂却已给人一种可镇压世间万物的强大之感，也就是它并非活物，只是一种力量。如若不然，蛋蛋猜测，只要他想挥手之间，便可让无数星辰世界毁灭。有趣有趣，这才像修武界仅有的9大神魂之一吗？看到如此神魂如此强大的一面，蛋蛋不仅不怕，反而目光炙热，非常兴奋。突然，这巨大的神魂却化作一缕光束，向蛋蛋冲击而来，最终落入了蛋蛋的眉心。刹那间，可碾压无数世界的庞然大物化作滔天光束，凝聚于渺小的身影之中。当神魂全部融入蛋蛋眉心之后，在其眉心处也是留下了一道很小的印记。那印记很奇特，但竟不失美感，落在蛋蛋这绝美的脸上，不仅没有影响美感，反而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可蛋蛋却根本顾不得容貌变化，因为那神魂现在就在他的眉心之内。好厉害！如此巨大的神魂居然能够凝聚于我的眉心之中，倒是收缩自如吗？不过这力量若真能全部为我所用，那简直不堪设想呀！我在修罗灵界也可以横着走了吧？女王大人欣喜若狂，笑得合不拢嘴。那巨大无比的神魂如今就封存在他的眉心之中，他能感受到那神魂有多强大，只是这神魂的力量
却无法为他所用，甚至现在那神魂和他一点联系都没有。可以说，他的眉心就只像是一个容器，神魂只是待在这里，除此之外，与他一点关系没有。这感觉就像是楚风丹田内的9指雷霆巨兽，楚风也能感受到那雷霆巨兽的厉害，只是那雷霆巨兽的力量却并没有完全给予楚风，但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楚风虽无法使用雷霆巨兽的可怕力量，但无论是雷纹、雷霆铠甲，还是楚风那强大的战力，其实都是雷霆巨兽赋予的。但这神魂虽也厉害，可现在去什么都没有赋予蛋蛋，蛋蛋等于得到了神魂，可却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蛋蛋，忽然，楚风的声音响起。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蛋蛋只感觉周围景象再度变化，很快他就从那浩瀚星空之中回到了大殿之内，而楚风就站在他的面前，已经从阵法内走了出来。楚风，我得到神魂了，现在就在这呢，就在这。楚风，你真棒，我能得到神魂都是靠你。蛋蛋激动地向楚风汇报了这个好消息，还用手指着自己的眉心处。所以你额头的印记就是神魂，那你修为怎么没有变化？是需要修炼吗？还是需要领悟？楚风接连问道。那神魂的强大，楚风也是有所感受，虽不及蛋蛋刚刚的感受深，但也知道神魂是怎样厉害的东西。可这样厉害的东西，不是应该得到后应该有一定变化的吗？除非还没有融合，就比如自己体内那颗神树种子，虽然神树种子应该比不过这神魂，但楚风一直觉得那神树种子也是非同小可，否则怎么可能那强大到无法估量的雷霆巨兽都迟迟无法将神树种子击败？不过说起来，雷霆巨兽好像很久没有对神树种子发动攻势了，这倒是一件好事，毕竟只要他们两个干架，楚风的修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我也不清楚，还要再研究研究。你怎么样？没有受伤吧？蛋蛋看到楚风之后，满眼就又全都是楚风了。哪怕神魂那样厉害的东西，他也没有心思现在去研究，反而仔细研究起楚风。不是研究，而是打量，从下到上，从上到下，甚至从外到内，又从内到外，仔仔细细的打量，生怕楚风受了什么伤他没发现。我的女王大人，你再这样都把人家看光了，怪不好意思的。楚风嘿嘿笑道，因为蛋蛋举止大大咧咧，是真的会拉开楚风的衣服向里面瞧，是一点都不顾忌。你什么样？我没见过。蛋蛋鄙夷的看了楚风一眼，但随后却欣然一笑，因为他已经确定楚风的确没有负伤，没受伤就好，没受伤就好。蛋蛋笑道，对了，我刚刚见到雪姬了。蛋蛋说道，所以雪姬被你击败了？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首先雪姬不在这里，还有就是蛋蛋已经得到了神魂，是最终的获胜者，倒不是被我击败了，是他主动弃权了。蛋蛋说道，弃权了？他没有和你争？楚风嘴巴微张，有些意外。蛋蛋点了点头，看来雪姬并不知道这神魂的厉害。楚风分析道，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如桃屋这般见多识广，恐怕魔灵王和龙八龙九两位道长也只是知道那宝物不简单，但可能都不知道这是神魂，甚至可能都未必听说过神魂，就别说是雪姬了，他就算是不知道这是神魂，不知道它具体作用，但他也应该能够感受得到这神魂的强大以及对戒灵的帮助。蛋蛋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楚风问道，你还记得我在入口前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半神境的人就好了？蛋蛋说道，记得。楚风当然记得，并且当时还查探到了蛋蛋的情绪变化，他意识到情况不简单，便问蛋蛋怎么了，只是蛋蛋却无论如何都不肯说。我早就感受到了，此处有对戒灵极大帮助的至宝，这是本女王从未感受到过的吸引力，所以我才会说那样说，只是我怕你知道此事，又会不顾一切的拼命帮我争取，所以才没告诉你具体原因。蛋蛋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终于明白，但是既然我都能感受得到，我觉得雪姬也一定能够感受得到，毕竟她只是弱于本女王一点点，对比其他戒灵，她还是非常强大的。蛋蛋说道，原来雪姬也能感受到吗？可若她能感受到，居然放弃了，那还真是有些意外。在楚风印象中，雪姬是一个唯利是图，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的可怕女人，何况是神魂这样的宝物。但倘若真如蛋蛋所说，雪姬知道这神魂的厉害，还选择了放弃，那的确有些意外，这不像是她所认识的雪姬，也许她没想象中那么坏，谁知道呢？蛋蛋笑得意味深长，而楚风也是若有所思。雪姬的确是让人捉摸不透，可就在此时，一阵古怪的声音传来，顺声观望，楚风顿时脸色大变，是桃武所在的阵法。虽然神魂已经没有了，那封存神魂的巨大阵法也消失了，可是桃武所踏入的阵法还在，并且此时那阵法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气息。楚风小兄弟，老夫出不去了，快救我！与此同时，那阵法之中也是传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听那声音，情况很不乐观。前辈莫急，晚辈这就来救你。楚风说话间便来到了那阵法之前，可是却发现想要将桃武解救出来并不容易，需要运用自身结界之力才行，但那加持在身上的结界力量还在呢，想要运用自身结界之力，就只有将这结界力量解除才行。可是这结界力量可是半神巅峰的力量，万一龙八龙九两位道长杀进来了，有这力量在，起码还能周旋一下，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若是没了，蛋蛋这里全靠你了。楚风看向蛋蛋，这话的意思就是倘若有人进来，就只能靠蛋蛋来挡，毕竟楚风已经感受到蛋蛋的身上同样也有加持的力量在，并且也是半神巅峰，有我在，你全心救他即可，不必操心其他事，但是你也要你小心一点。蛋蛋对楚风说道，若正常来说，蛋蛋才不管桃武死活，他是不想楚风掺和此事的，他能感受到桃武那阵法此时的危险性，可是蛋蛋太了解楚风了，并且他也尊重楚风的选择，所以没有任何相劝，反而是无条件的支持楚风。至于楚风，直接解除了那附加在身上的结界力量，这一刻楚风的修为也是恢复到了本来的实力。但是与此同时，
楚风体内的结界之力也是如潮水一般涌现而出，瞬间覆盖了自己，也覆盖住了那困住了陶吴的危险阵法。虽说想要破开这困住陶吴的阵法，需要用自身结界之力，但是对结界之术境界同样没有要求，更多的是还是技巧。这对楚风而言好消息，可坏消息就是这阵法太难破了。哪怕楚风在岳灵仙祖那里领悟到了传承，如今破阵技巧大大增加，可是面对这阵法，一时之间竟也是无从下手。他只能减缓那阵法继续恶化的速度，首先避免陶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种减缓却也非常耗费结界之力的手段，对楚风会造成极大的负担。可楚风没有办法，在没有解决方案之前，只能以这种方法来保护陶吴。与此同时，这魔关入口之外，一名中年男子御空而立，他手握一颗碎裂的珠子，那珠子散发鬼灵界的气息。我那进去的界灵死了，果然有那些人物在，我也是很难有所收获。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冒这个险。中年男子望着魔关入口，他的修为不弱，乃是半神境，并且并非寻常半神，但他所披着的界灵长袍一看就并非凡物。虽说界灵长袍并未展现出他的结界之术境界，可往往只有以结界之术为主修的界灵师才要会身披界灵长袍。由此可以推断，这中年男子的结界之术多半还要在武者修为之上。他同样也是一个强大之人，而他刚刚也曾到达魔关最底部，见到了那3道结界门，并且通过考验进入了最后的岩洞。只是刚刚进入，便见到了龙八龙九2位道长在与魔灵王生死交锋。见到这个场面，他知道贸然闯入也必然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便直接退了出来。只是他虽然能退，但他的界灵似乎不能，于是便一直等待着他的界灵出来。毕竟因为一只界灵的限制，他派进去的界灵乃是他所有界灵中最强的，那可是鬼灵界中拥有特殊血脉的界灵，所以除非逼不得已，否则他也不会放弃。可就在刚刚，那界灵的魂珠碎裂，这多半预示着他的界灵已经死了。看来有的时候侥幸心理不该存在。男子叹息一声，多少有点伤感，倒不是因为那界灵的死亡，而是感觉自己损失了一样厉害的手段。娘子，辉儿，咱们走吧。忽然男子回头，原来他的身后还站着2人，那是一名妇人和一名小辈男子。妇人有着几分姿色，穿着也是颇为华丽，气质不凡，想必年轻之时那也是倾国倾城般的美人。而那名小辈男子，楚风若是见到定会认得，他正是楚风之前在岩洞之内所遇到的那位有着较为出色破阵能力的界灵师。当时他想抢夺楚风的蓝色石头，反而因技不如人，被楚风给抢了。后面他不服气，便去叫来了司徒界灵门的小辈，想借助司徒界灵门小辈为自己出头，却不曾想楚风那般胆大，居然连司徒界灵门的小辈都不放在眼里，直接将那些小辈的修为给废了。而他则是逃之夭夭。庆幸的是楚风倒也没再为难他，但是他可没打算放过楚风。回来之后便立刻将经过告知了自己的父母，因为他有一点倒是没有吹牛，他的父母的确可以给他撑腰，这也是他见识到楚风的实力后也不惧楚风的底气所在，就这么走了。你儿子可是被这个不知道哪来的野东西给欺负了，此子未除，咱们怎么能走？美妇人说话间拿出一张通缉令，那正是司徒界灵门发布的捉拿楚风的通缉令。他很清楚，正是通缉令上这个家伙欺负了他的宝贝儿子，若不将此人碎尸万段，难解他心头之恨。此子若是遇到，必然不会让他好过。可这不是没有遇到吗？你怎知道他还在这里？说不定早就走了，在这白耗乃是浪费时间。中年男子说道，你不会观察一下吗？以你的修为，若将你的感应力若是彻底张开，会无法确定他的位置。美妇人颇具怨言，她是觉得男子对儿子被欺负一事并未上心。妇人之仁，这里只有我们吗？若只有我们，我当然可以无所顾忌，我直接封锁这片天地，直接抹杀所有人，一了百了，何须浪费时间？中年男子面露凶狠，他可不像是说的，他眼中的狠色足以说明这种事情他真的做过。他也是一个杀人毫不手软的狠辣之辈，并且是毫不在乎是否滥杀无辜的那种狠辣。但这里还有其他大人物在，那是我暂时也得罪不起的。我若施展那般手段，那就是对他们的冒犯和挑衅。魔灵王倒也罢了，图腾9道，我哪招惹得起？你是想我死吗？中年男子问道。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美妇人赶忙解释，看得出来他虽蛮横，可骨子里却也惧怕中年男子。况且说白了，还是咱们儿子技不如人，要多多修炼。中年男子说道，咱们儿子天赋已是很好，还不是你这个父亲不传真本领。美妇人抱怨道，父亲您就把您的真本事传给我吧，不然总是被人欺负，这滋味可不好受。那小辈男子说道，辉儿，不是魏父不传授你，而是需要自己领悟，你领悟不到精髓，魏父也是没有办法。中年男子说道，可是父亲既然要我领悟，但也总要让我领悟完整的，儿子没有不敬之意，只是您口头传授肯定不如祖弟完整。小辈男子说这话的时候也是有些胆怯，看得出来他也很惧怕自己的父亲。魏父传授给你的的确并非真正传承，但却也是让你打好基础，这对你将来会有极大帮助，包括回祖弟的时候。中年男子说道，可是父亲，我这基础都这么多年了，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不也说小辈之时领悟才是最好的吗？再等下去我都不是小辈了。小辈男子说道，罢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就带你回祖的领悟吧，但你若领悟不到，可就是你自身问题了。中年男子说道，真的吗？听闻此话，那青年也是顿时大喜。祖地，那可是他做梦都想去的地方。魏父以及你爷爷还有咱们岳家先祖都是在祖地领悟的本领，之前一直没带你去，是觉得你的底子还不够。魏父这些年一直锻炼你的悟性，也传授了你一些与祖地传承相关的结界之术，你现在去，正常来说应该会有所收获，所以
辉儿，可别让为父失望。中年男子说道。父亲，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小贝男子十分激动且自信满满。那这个家伙呢？就这样放过他？美夫人护子心切，她更关心的却还是对楚风的报复，自然不会放过。敢欺负我月恋的儿子，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他迟早会死在我的手中。中年男子目露凶光，已将楚风列入他心中的必杀名单，这才像我崇拜的恋哥哥。见中年男子这般，那美妇人也是趴在了中年男子怀中，从一个凶悍妇人变成了一个娇羞的妇人，而中年男子也是顺势将美妇人搂在怀中，看似十分亲密。对此一幕，那小贝男子倒是没有太大反应，显然对于自己的父母，他早就习惯了。这股气息是龙八龙九两位大人，他们又回来了。看来魔灵王并没有追上他们。忽然，这自称月恋的男子将目光投向魔关入口，明明那里什么都看不到，可他却是察觉到了什么。罢了，反正此地宝物与我无缘，还是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话罢，月恋便赶忙带着自己的妻儿离开了此地。至于龙八与龙九两位道长，则是很快又来到了这魔关的最深处，并且再度进入了那最后的岩洞之中。此时的他们都很是虚弱，尤其是龙九道长，还需要龙八道长搀扶，否则恐怕战力都难。八哥，那魔灵王会不会再回来？龙九道长有些担心。不会，现在的他应该已经在受禁药反噬，性命都保不住了，哪里还有力气来找咱们？龙八道长说道。那我们要进去吗？龙九道长问道。还是封锁状态，就算知晓破门之法，咱们也进不去，恐怕还要等一等。龙八道长打量了一下那道门后说道。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的让2个无名小辈拿到那宝物吧？虽不知那是何物，可我能感觉到那宝物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宝物，绝对不能错过啊，更不能便宜了那2个无名小辈。龙九道长说道。那2个人虽是无名小辈，但却能够忍受刚刚的考验，获得强大的力量，也是有不凡之处。我现在也受禁药反噬，现在的我与他们交手，还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不过也别慌，我早早的便通知了哥，他距离这世界也是不远，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赶来。等他赶到，谁还能与咱们兄弟争锋？龙八道长笑得很是自信。而听到这番话，脸色苍白的龙九道长也是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他的那位七哥可不是神袍界灵师，而是真龙界灵师，只要他来，莫说此地只是喽啰，就算隐藏天地诸神，他们兄弟3人也不放在眼中。与此同时，魔关入口极远的地方，雪姬正在御空而行，一边御空而行，一边向下观望，认真的寻找着什么。忽然，雪姬锁定了目标，她御空而下，将手摸向前方，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可她的手却被挡住了，那是无形的屏障。雪姬取出一把钥匙，便出现了一道结界门，穿过结界门，一个人躺在其中，这个人正是魔灵王。魔灵王蜷缩在地上，浑身不住的颤抖，还发出低沉的哀嚎，哪里还有之前的威风？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看到此时的魔灵王，雪姬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她看得出来，魔灵王已是性命不保。雪姬，是我糊涂了，我就该听你的，要早早提防那2个老东西，他们出尔反尔，联手对付我，我无奈之下只得吞服你给我的封禁修罗丹，现在遭受了反噬。魔灵王说道。你吞服了几颗？雪姬问道。你给我的我都服下了。魔灵王说道。你疯了，那是会死的。雪姬说道。我知道，我命不久矣，但是见你安然归来，我也可以安心的死去了。只是我死之前却仍有遗憾，那就是未能娶你为妻。魔灵王看向雪姬，满眼深情，可雪姬却并未回答。雪姬，我不想违背你的意愿，所以我们认识这么久，我都没有碰过你一下，现在我命不久矣，能否满足我一个小小心愿？魔灵王看向雪姬，可雪姬依然没有回答。雪姬，让我抱一下吧。魔灵王又说道，语气竟是祈求的。都要死了，还想着这档子事？你若能成为真神巅峰，我可以考虑。雪姬说道。真神巅峰吗？那看来我只能遗憾的死去了。听到真神巅峰这4个字，魔灵王面露苦笑。莫说已是快死之人，就算他不会死，还可以健康的活下去，正常的修炼，可那种境界，怕也是他此生难以触及的。可就在此时，一颗丹药落在了他身前，那颗丹药通体漆黑，但仔细观看，仿佛蕴藏着一个世界，那世界内蕴藏着极为可怕的力量，会将人挫骨扬灰。这是什么？看到这颗丹药，哪怕是魔灵王也是下意识的向后退去，他感觉到了极为可怕的东西。此乃我修罗灵剑魂散重铸丹。雪姬说道。它好危险，有何作用？魔灵王问道。服用它会很痛苦，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行尸走肉，被折磨多年后才能死去，但也有一线生机，是将死之时搏命的丹药。若能重生，还会获得丹药内的力量。雪姬说道。那机会有多大？魔灵王问道。修罗界灵服用半神巅峰的话，大概有1%的机会，但你非修罗界灵，机会将大大减小，大概只有1/1000。雪姬说道。1/1000？听到这个概率，魔灵王也是愣住了。那无异议就是必败啊，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若不想，我不勉强。雪姬说道。可突然，魔灵王笑了。1/1000对常人而言是绝望，但对我而言却是希望。魔灵王说话间，便将那颗丹药拿了起来。我提醒你一句，若是失败，你不会立刻死，也会活很久，但活着的日子会很痛苦，是真正的生不如死。此丹在我修罗灵界虽也是珍贵之物，可但凡见过那些失败之人是何下场的，宁愿死也不会选择用它来博取一线生机。不是不想活，而是害怕成为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雪姬提醒道。魔灵王不是不怕死，也不是不怕受折磨，但魔灵王看向雪姬，眼中尽是深情。他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直接将那颗丹药吞服了下去。丹药入体，魔灵王发出了无比悲惨的叫声。忍住，这种痛苦会持续3个时辰，但你记住，若是失败了的话，你将承受的痛楚
将是此时的千万倍。雪姬此话说完，便走出了这封锁的空间，而哪怕走出了那空间，却也能隐约间听到魔灵王的惨叫，尽管声音很小，但却极为悲惨。可听哪怕如此悲惨的叫声，雪姬那绝美的脸颊却没有一丝波动，尽显冷漠，就仿佛魔灵王是死是活，他其实并不在乎一样。他望向夜空，目光深邃，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此时，魔关最深处的大殿之内，楚风仍在全力破阵，一边拼命维持阵法，避免其继续恶化，一边搅动脑汁，寻找破解阵法的方法。可是楚风现在所学有限，天师浮沉又不给予任何帮助，真的可以说是毫无办法。不行，一定要将桃屋前辈救出来。现在桃屋的声音越来越弱，这样下去恐怕将性命不保。楚风不会放弃桃屋，虽然相识甚短，可桃屋如何待自己的，楚风却是心中有数。那句一条船上的兄弟，更是始终萦绕于楚风心头。桃屋他一定要救，有办法要救，没有办法，创造办法也要救。对，创造。楚风想到这里，便开始重新思考自岳灵祖地所领悟的传承。他离开祖地之前，还尚未完全领悟，后面是自己慢慢顿悟，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掌握了岳灵祖地所记载的传承。可正因完整掌握之后，楚风却发现那传承本身便并不完整，并且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完整的传承将极为强大，强大到超乎想象。楚风不知是岳灵先祖这传承本身就不完整，还是岳灵先祖没有将完整的传承留下，但自己也许有机会通过现有的手段领悟出新的手段。楚风认真思考，大脑飞速运转，就连他的结界血脉也是有了反应，如沸腾一般，在其血液快速奔涌。但楚风的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破阵以及领悟那传承之上，所以他根本没注意到，当他结界血脉沸腾之际，这整座大殿都剧烈颤动，尤其是那所释放的结界之力，更是如猛兽觉醒，肆虐咆哮，强大的冲击力使得淡淡的不由向后退去。倒不是那真的具备着威力，可那威势令人畏惧，哪怕淡淡也是有些惊恐。这种感觉就像是神雷异象一般，明明不具备真正的杀伤力，可是那威势却仍是让人害怕胆寒。怎么会突然这样？是楚风做的吗？淡淡美眸看向楚风所在，因为他在这股威势面前感受到了楚风的气息，而楚风在这种结界血脉的加持之下，头脑也是越发清醒。没过多久，他竟真的从岳灵先祖传承之中领悟出了一种新的破阵之法，这种破阵之法更为精湛，妙不可言。虽然所悟不多，但是至少已是可以破解眼前阵法。楚风本想趁此机会继续领悟，这样破阵也更容易，只是奈何不知是自己悟性有限，还是那传承基础有限，楚风无法领悟更多，所以只好作罢，转而开始破阵。虽然现在所领悟到的破阵之法来破解这困住桃屋的阵法需要很久的时间，可总归是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点曙光。时间流逝，那封锁一切的结界之力终于退去，而两道身影也是浮现出，正是楚风与桃屋。此时桃屋早已陷入昏迷，并且身负重创，血肉模糊，仿佛遭受了酷刑。楚风虽并未负伤，可却极为虚弱，正在给桃屋反胃食疗伤丹药。楚风，你怎么样？淡淡赶忙跑到楚风近前，淡淡，别担心，我没事。楚风咧嘴一笑，随后便开始布置疗伤阵法，想帮桃屋疗伤。可傻子都看得出来，此时的楚风有多虚弱。他不仅浑身被汗水浸透，皮肤惨白中带着铁青，最主要是他整个人比之破阵之前瘦了一大圈，那气息更是虚弱到快要没有。还没事，你都虚弱成什么样子了？楚风，你不能继续布阵了，这样会很危险。淡淡劝道。没事的，淡淡，我挺得住。楚风一边笑着安抚淡淡，一边继续布置疗伤阵法。真是拿你没办法。楚风，别怪我，都是为你好。淡淡没有办法，小手轻轻放在楚风肩膀之上，随后一股力量涌入楚风体内，楚风便直接昏迷了过去。淡淡知道劝阻无用，便只得强行将楚风弄晕，而淡淡借机搀扶住楚风，让其得以平躺下来。淡淡为了避免楚风继续消耗自己，只得使用这种方法让来楚风休息。可就在此时，那殿门被打开了，紧接着两道身影走了进来，乃是龙八道长与龙九道长。此时他们的脸色虽然仍是有些不好看，可是他们的气息却是恢复了不少，至少不像之前那般像是快要死了一般。哟，好俊俏的丫头，你该不会是这两个无名小辈的戒灵吧？进来之后，龙八道长便调侃起来。龙九道长虽未说话，可苍老的脸上却挂着阴冷的笑容。他们二人都展现出了极度的自信，就宛如楚风与桃无已是年板上的鱼肉。